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这虎的老车。我发现最近的古装剧都挺有意思的啊，尤其是我最近说的这几部电视剧，那可真是把女权题材耍得淋漓尽致。真的，你要说像一路朝阳这样的现代剧，你聚焦女权题材，它也对路子。尤其像装腔启示录这种职场剧，你就算让我一个大老爷们看，咱也看不出什么毛病。可你说一个女权题材，你都拍到古装剧里去了，你这不扯淡一样吗？当然，我倒不是说古装剧拍不了女权题材，而是你拍吧，你就要拍的符合常识。咱在这儿说句不讨女性观众喜欢的话，注意啊，我这里指的是少数女性观众，相信绝大多数理性的妹子都能明白我接下来说的话是啥意思。不知道大伙发没发现啊，有些编剧导演在拍这类女权题材的剧的时候是越来越没有底线了。之前我吐槽这类电视剧的时候也说过这种问题，就是女主一人思想意识超前，然后周围人全是古代思想的剧情。从前两天我吐槽的9亿人到唯有安香来，再到咱们今天要说的田耕记，都是这路子。这女权给你轮的，从宋朝能给你打到香料公司去，从香料公司能给你打到体感游戏里去。真的，你要是像梦华录那种在古代的社会框架下表现出女性抗争封建礼教的不易，我都不说啥了，因为这本身就符合古代常识。说白了，女性在古代本来就是弱势群体，想要维护自身权益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儿。你说你又不是武则天，你也不是上官婉儿，而且最主要的是赵盼儿在剧中也没表现出什么现代思想，人家就是单纯的告状，最后还被打了个半死。可您再反过来看看9亿人，这家伙女主一晃7年，突然就女权意识觉醒了，善于谋略了，而且身边还围着7、8个各行各业的高手，处处都能给女主送助攻，就连朝堂上的大官都向着女主，你说这换作是谁翻不了案呢？还有唯有安香来一样，这家伙女主穿越回来立刻就化身成独立女性了，与穿越之前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人设。咱就算女主幡然醒悟，就算女主是做了一个梦，那也不可能性格反差这么大吧？而且还有2个又权有权又有功有武功的备胎守护女主，你就说这些女主哪个独立女性的人设立住了吧？可以说这些女主不仅有是当时社会背景下常人所没有的思想，而且还有一堆男配围着女主给女主送助攻。应该说和咱们今天要说的田耕记剧情结构都差不多，只不过田耕记里的女主玩的是体感的古代游戏，算是把女主超前的现代思想给合理化了，因为女主本身就是现代人。不过说实话，能把女权题材弄到游戏里去，这剧也是没谁了。不信呢，我就给大伙叨叨她这女主是怎么在这游戏里维护女权的，是吧？刚开始说女主小曼父母呢，因为早年离异，对女主也不怎么上心，都不打算给女主掏后面2年的大学学费。于是咱们女主就自己想了一个招，兼职了一份游戏体验员的工作。这家游戏公司呢，承诺她只要通关了此游戏，就可以拿到一笔丰厚的奖金。所以女主就玩了这个身临其境的体感游戏。至于游戏里的背景吧，是发生在古代一个名叫13里营子的村子里。女主呢，需要扮演一个农户家的小孙女，而通关的目标是在游戏中赚到1000两黄金，就算过关。于是接下来剧情相信不用我说，女主想要挣到这笔钱，无非就是运用现代的技术往古代里套。从剧中一开始卖蒜香花生，再到后来酿葡萄酒，几乎用的都是后来的技术。再加上外面还有一个皇亲国戚的男主给咱们曼姐铺路，村子里呢还有一个天赋异禀的神医当天狗。来，大伙你说说，就这剧情啊，配置和唯有安香来有啥区别？说实话，我感觉这剧还不如唯有安香来痛快呢。人家唯有安香来虽然是女主重生开挂，但女主也得谨小慎微的活着，生怕重蹈覆辙呀。可你田耕记就不一样了，你本身就是个游戏，女主说白了，无论在游戏里玩的多过分，思想有多开放都无所谓，因为在游戏中，就算你被人殉葬，被人家抢劫，大不了你就退出游戏呗，自己什么损失也没有啊。而且在游戏中，你只要把男主和男二拿捏住，谁都不敢把你怎么样。而女主呢，也确实是按照这个路子演的，在剧中一集一集不断刷新男二和男主的好感度。最后就是女主要干活了，就有人给你干，男主替你收花生，男二就替你救人，男主帮你要回葡萄酒，男二就帮你还饥荒。这钱我替他还。甚至男二还钱还不算，男二他爸为了能让男二娶女主，直接用自己的信用做担保给女主贷款。你就说这游戏有啥难度吧？半个月之后，曼儿要是挪不开银子，我垫给你们，行吗？行吗？
当然，女主玩这游戏也不是一点障碍都没有。这不，她扮演的这个农户家呢，有一群七八亲戚，应该说和女主现实中也差不了太多，都是只顾自己。首先，这游戏中女主的爷爷奶奶就不用说了，爷爷是个迂腐又偏心大方的老头，而奶奶呢也是个极其势利眼、视财如命的老妪，甚至可以说视财如命到女主母亲这边都流产了。她奶奶一听说给自己的儿媳妇治病要花很多钱，这老太太直接就打算让女主她爸休妻，反正就是亲情一点都没有，把钱看得比谁都重。而女主她大家呢也一样，一家子势利眼，都是那种能为了钱和利益牺牲亲人的人。可能相比较女主的二大爷还好点，虽然说没那么多坏心眼，但是好吃懒做，攀比心也重，也比较爱占小便宜，应该说和乡村爱情里的刘能差不多有一拼。而剧中的前半部分说的也都是女主和她这几个亲戚长辈宅斗的事儿，自己怎么打破世俗的偏见，抛头露面的做生意，自己怎么号召她二叔家的姐姐维护女权的，总之就是这些家长里短。然后后半段就是女主和男主的感情线了，整个故事差不多就是这么个剧情。你也可以理解为女主玩的这个游戏，只要把男主和男二的好感度刷满，所有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缺钱有人给钱，缺人有人干活，缺点子男主给出点子。你就说吧，这种一眼望到头的剧情有什么闪光点吧？不是说咱崇洋媚外啊，你对比设定同样是进入游戏的动漫《刀剑神域》，还有韩剧《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立刻咱们就能对比出剧情的精彩程度。首先你看这两部作品的主角是没有退路的，也不可以退出游戏，主角的每一步行动呢都将影响游戏结局，根本不会像《田耕记》里似的，失败了大不了就退出游戏不玩了，也没有什么损失，而且出了事儿呢还有男主和男二兜底。真的别说你在游戏中维护女权了，你就算是在游戏里想当武则天都没人管你，不过前提是你得有那个能力当啊。当然如果这剧仅仅是剧情俗套，我都不说这些没用的了，最主要的是这里面女主努力了半天，付出了这么多，结果到最后她家的这些亲戚全都捞现成的了。不信你就看女主她大爷家的长女，全程都在害女主，不仅给他妈下绊子弄流产了，差点害死女主他妈，还处处要置女主于死地，自己不惜重金联系山匪也要抢劫女主维持生计的货品。就这么一个骨子里的坏种，女主最后还能原谅他，给他安排好后半辈子。你说这剧情不纯纯的圣母吗？咋的自己当初被逼婚的事儿忘了，自己差点被人殉葬的事儿也不记得了？真的，这结局说白了和国产版的小娘惹有啥不同啊？当然如果这剧情就只是圣母一点吧，我也不会来气。说白了这种以德报怨的剧大伙儿也不是没看过，像娘道和不少琼瑶剧也都是这种类型的。应该这么说，这剧其实最让我忍受不了的还是女主最后的结局。真的，我感觉这剧的结局如果让路过的女性观众看了，应该说比我这个大老爷们还气。为啥这么说呢？你想想啊，如果你是女主，在玩了一款游戏之后，对里面的男主爱的死去活来，无法自拔，久久不能平静，结果通关之后呢，突然告诉你这个游戏里面的男主形象就是研发这游戏的老总。我想请问您此时什么心情？咋的 PUA 呀？那你这游戏可不得了啊，给妹子 PUA 不说，还得让玩家爱上你这个游戏的老总呗。妈儿，你这结局属实是把我给看笑了。真的，你但凡换一个稍微油腻点的中年男饰演这游戏老总，都不会达到剧里这种效果。当然老车并不是外貌协会的，就算咱们不看外观，你在游戏中 PUA 玩家，然后让玩家都爱上男主，最后又跑到现实里去撩妹儿，你这玩意儿到底想向女性观众传递啥呀？还美其名曰田耕记，说实话这田耕的内容我倒是没看见多少，宅斗的情节倒是写了满满一句，而且这宅斗也都是非常可笑的宅斗。不信我跟你说一处，你就知道这剧有多可笑了。别的先不说，咱就说他奶奶因为不想花钱给女主母亲治病要休妻这段，你想想啊，在他奶奶明知道自己儿媳妇的娘家不好惹，他在家里还百般刁难女主他妈，编剧你确定这是正常人的思维吗？当然有的朋友会说，这毕竟是游戏，他们都是人物角色 NPC， 没有思维也很正常。那好，你再看女主她姥爷说的话，他说什么呢？自杀牛马者会触及古代刑法，那就说明这游戏还是遵循了古代的设定吧。那另一边女主妈生病的情况下，连家怎么可能还动休妻的念头呢？这自古以来有文献记载开始就有七出三部曲的规定和法律，这可以说是对古代女性的唯一一点保障。别告诉我你自杀牛马知道是犯法，擅自休妻就不知道了。不信大伙你可以去查这七出三部曲是啥意思，历朝历代是不是这么规定的？说白了，你编的这玩意儿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古代不古代，现代不现代。真的，如果说你这剧要是尊重现代的话，那就更扯了。就像女主说
说的，她好想回到一个没有苛捐杂税、处处有补贴的世界。真的，女主说这地方宇宙里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截止到今年11月份的地球上，我是没看见。反正咱也不知道女主是在哪个星球上生活。总之，这种剧恶没恶心到别人我不知道，但它确实告诉我一个道理，那就是有备胎有天狗，你也能像女主一样成功，甚至你多坏都没事儿，你命好一样可以像女主的堂姐似的，拥有一个爱你的男人和一个完美的结局。行了，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